我们一般会认为呢，因为是佛说的，才收录为佛教藏经，因此呢，佛教藏经必然是佛说的。然而，这个想法却经常和佛教藏经呈现出来的事实相违。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认知的佛说，除佛亲口宣说之外，这个词汇还包含很多不同的概念。这个问题我们之前的影片已经讨论过很多，请大家再去复习。第二呢，是因为佛说和入藏的因果关系其实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今天的影片就是要来讨论第二个关于佛说与入藏的关系，请大家继续看下去，到底谁是因，谁是果呢？所谓入藏的意思，就是进入大藏经的收藏，成为佛教传统认可的正统文献。入藏的原则当然是要能分辨经典的真伪。佛教分辨经典真伪的依据，最主要是早期经典所记载的四大广说。四大广说的主要标准是合乎经汉律，而不是从谁的嘴巴说出来为准。经汉律再加一条基本原则，不违法性，就成了佛语三项。法性具体来说，有以三法印为主，也有以四圣谛为核心。那从人到法，语言到法性，完整的辨别架构可以采用四依法：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这四项。这些内容我们佛说与经典权威这一系列都有详细讨论过，大家可以再去复习哦。我们谈过的这些，不论是四大广说、佛语三项、四依法，都是结集经典时僧团大会采用的原则。换句话说，哪些可以成为佛教正统文献，实际上是由僧团结集合诵的大会共同审定出来的。我们前面讨论过经典的审慎集成，那个影片有提到，经典是透过僧团大会审慎集成的，而且僧团有很大的编辑权，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决定经文的收录与否。正因为这个编辑权的自由度，各部派于根本结集之后，在陆续结集出来的藏经，逐渐发展出各自传承的特色。如印顺导师在原始佛教圣典之期曾说，结集共同审定出来的圣典，代表了当时佛教界公认的佛法。一般所说的原始圣典，也是经长期的一再结集而成，巴利圣典也没有例外。现有各派的圣典都增入部派所改编的或自部特有的部分。可见，虽然各部派秉持的审定原则是差不多一样的，却会呢因为对教义诠释的角度和主要提倡的宗趣立场而有所不同，乃至为适应不同区域文化的需要呢，所以传承的正典经录也会有所差异。尽管南北传都有提到根本结集，但是之后每个部派传承的三藏典籍都有重新编辑过。在各部派重新编辑整理的过程，也造成不少经典的遗失。不可否认地，某种程度来说，入藏也就是各部派的经典结集，其实也是借此提倡巩固自宗教派的主张，而默默排除其他与之相违或者未必相违但无所注意的不同意见。在4世纪时，智钦论师呢就已发现各部派依据自己的需要，各自添加或排除了不同的经典，形成自宗的藏经，使得根本结集的原貌已经荡然无存。而且呢，各部派各自编辑自己认为是佛说的经典，而不承认其他部派的经典为佛说。对于这个现象呢，世亲论师在释鬼论有这样子的回应。他说呢，以不同传承收录的三藏互相比较，来评断是否为佛陀真正的教导，其实是无效的依据。好比不同的图书馆有不同的馆藏特色，像是我家附近的图书馆因为临近住宅区，文学类、食谱和儿童绘本的藏书会比较多，而另一个位于金融区附近的图书馆，可能金融、投资、商业类的藏书会较多。我不能说我家附近的图书馆没收藏的书就不重要、没有价值。现在有些人喜欢拿南传藏经来和北传藏经比较，说南传佛教没有传承的就不是佛说的，这是很不恰当的比较，好比是拿苹果比橘子一样。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眼界和格局拉得更大、更宽广，从历史长流和广袤地理来看待，而非固守某一特定时空的部派意见。
其实现今版本的南北传藏经是经过不同时空的传承历程，辗转陆续结集，才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有些经典呢，之所以没有被上座部大士派传承下来，除部派立场之外，也可能只是因为大士派不知道有那些经典，而那些经典对印度本土的部派来说，如说一切有部，是完全承认为佛说的正统经典了。不过我们也可以想见在西元3、4世纪时，吴卓、世亲这些论师必然比我们现在能接触到属于更多不同部派、更多元的佛教文献。而随着很多部派消失，很多佛教文献也跟着易失。说起来，南传上座部大士派传承的藏经，还是现今最完整的。所以我们就用它来做实际的例子，进一步了解入藏和佛说的关系。上座部的藏经目录是来自4、5世纪的注释书中，分别了哪些是佛说，哪些不是，而整理出来的。在上座部的正典清单上，有些文本是专属于上座部大士派的，如归属于小部迪戈也的典籍，例如无碍解道和义释。但是呢，也少了很多其他印度本土部派都有传承的文本，甚至在南传的弥兰陀王所问经导论藏释中有引用的经文，在后来由大士派结集的三藏里却找不到相关的文本，相当的奇怪。还有更奇怪的是，在巴利注释书中有出现引用藏释的文句，但在现存的藏释却找不到那些被引用的文句。到底是易失呢，还是因为那些文本因为有不合乎大士派的立场而被排除呢？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而上座部的三藏不只包括佛陀亲说的教法，除天人说等以外呢，也有结集时的编纂者和斯里兰卡长老的补充解释，这是注释家也承认的事实。而且呢，注释家也提到，在三藏之外，还有佛所说布达巴西塔的内容，并未呢收录于三藏正典中，反而是见于藏外文献。以上我们小结一下，我们所看到的现今上座部所传承的巴利文献有2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上座部大士派所传承的藏经显然有经过编辑的痕迹，绝非如自我宣称的是从佛陀口中流出后呢便一字不改保存的布达瓦查那。第二呢，虽然南传上座部的巴利藏被当作是布达瓦查那，但内容不尽然为佛所说的，而佛所说的也并未完全囊括于巴利藏中。那么我们要如何理解上座部巴利藏和佛说的关系呢？日本学者林龙寺特别指出在上座部佛说布达瓦查那和佛所说布达巴西塔是不同的概念。佛所说呢，是由佛陀亲口所说的内容，而佛说呢，指的是三藏正典。分辨这2个语词之后呢，我们来看巴利藏的情况是这样子的由佛陀亲口所说的内容布达巴西塔，并未全部收入三藏正典，反而有些散落在藏外文献。而三藏正典被认为是佛说布达瓦查那，却并非全部是佛所说，其他非佛所说的内容反而透过经典结集的升藏大会，赋予了佛说的地位。所以我们误会了上座部传统宣称三藏是佛说的因果关系，错把佛亲口说当作是入藏的因，以为因为是佛说的才结集起来成为三藏，所以三藏是佛说的果。但其实是因为已结集成三藏，才有佛说的加冕。这里的佛说不是佛亲口所说，而是正统经典的总称，佛陀教导的意思。我们必须搞清楚这样的因果关系，才能没有矛盾的诠释佛说的定义和上座部三藏的内容，以及公平看待其他佛教传承的藏经。从上座部巴利藏的例子，我们看到凡是经过历次僧团结集合诵而承认收录的文本，即是佛说，佛陀的教导。换句话说，三藏是佛说，其实是对于佛说的操作型定义。我们知道，对于一个语词的定义呢，有2种类型：概念型定义和操作型定义。概念型定义是抽象的理论，能应用较广；而操作型定义则具体可观察，但局限于特别的现象。那么佛说的概念型定义呢，提供我们对于佛说抽象但能广泛应用的理则，强调符合以经与律为原则，以不为三法印四圣谛之法性为本质，总合起来的佛语三项呢，便成为佛说的概念型定义的框架。
而僧团合诵结集则实际操作了佛说的概念型定义，最后审定出来的具体结果即是三藏。因此呢，将三藏统称为佛说，其实是为佛说下一个操作型定义。换句话说，透过僧团审慎结集出来的才是佛说。所谓的佛说，即代表经过僧团公审认定的正统文献，具体来说就是三藏。和佛说的操作型定义很有关系的，还有一个是藏经应用的功能导向。刚刚提到经典结集时，各部派僧团大会的审定编辑是有相当的权利。编辑的三藏文献呢，都是希望尽可能的收录越完整越好。这样的想法和我们现今看到的北传大正藏等各套藏经，南传的巴利大藏经，藏传的甘珠尔都是一大套文本的集合，而且收录的目录呢有一定的标准配备，是相符合的。然而实际应用上呢，则并非所有人都能接触到这样完整的理想典范的大藏经，因此有学者将实际上真正在流传应用的藏经称之为功能性藏经，其内容名目随时空环境不同而不同，加上以前交通不便，各地区不同佛寺所收藏的藏经呢，也有各自不同的藏经目录。好比我们刚刚提到的图书馆的例子，小地方的图书馆未必会收藏完整的一大套百科全书，可能只有其中几本。通常是大地区的总馆才会有一整套。相较于庞大的大藏经，实际上更广为流通的是各种为了法会唱诵编辑的仪轨本子，还有像是固定的课诵本，比如南传佛教的护卫经选集了吉祥经、慈经、宝经、胜利吉祥记等。再加上呢，像是归敬三宝的仪轨，就成为南传佛教祈福经常唱诵的本子。另外还有方便教学开示所编辑的手册，像是《摄阿毗达摩议论》就是很有名的教学阿毗达摩的纲要书，还有因为某种特定原因而挑选出来的文本选集，如净土五经，还有在上座部佛教法句经的注释，它的权威地位和经是差不多平起平坐的。尤其是法句经注释里的故事，透过僧侣开示的宣传，使得法句经注释比起其他经藏文本是更为大众所熟悉。所以我们看到实际应用上的文本，如选集、摘录经文、重编的课诵本等，因为方便流通，加上僧侣在唱诵、开示、讲学各方面的倡导，还是使得某些佛教文献深入人心的主要关键，而非是否真正为佛陀亲口所说。这是功能性藏经一个重要的现象，因僧侣弘法和适应众生需求的功能导向，促成某些文本在某些地区特别地流传，而成为当地公认的佛教权威正统文献。我们今天谈佛说与入藏的关系，从入藏的方式和原则谈起，可以发现僧团对经典结集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其实就是佛说操作型定义的执行者。认知到僧团结集的编辑审定权之后，我们不要再因果倒置，以为呢佛亲口说为入藏的前提，事实上是僧团公认符合佛语三项而结集出来的，才冠以佛说的权威。另外呢，我们从佛说的操作型定义谈到功能性藏经，也就是实际上真正在各地流传应用的藏经。印顺导师呢有一句话可以对功能性藏经画龙点睛，又浅白易懂。他说，其实一切佛法都代表了那个时代、那个地区、那个部派佛教界的共同心声。这个心声是以宗教性的是否受持误入佛法为准绳。另外呢，印顺导师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的序文，为他这部书的研究呢下一个总结：佛法在流传中一直不断的集成圣典，一切都是适应众生的佛法。这个结论里，一直不断的集成圣典，便是在说僧团陆续有结集的执行操作，赋予新文本佛说的权威，而一切都是适应众生，点出了这个操作中以适应众生的功能导向。因此，不同地区、不同部派传承了不同的经录、不同内容，从缘起的世间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我们不要再做表面上差异的不恰当比较和评断。如同印顺导师说所以佛教圣典不应该有真伪的问题，而只是了义不了义、方便与真实的问题。说得更分明些，那就是谁世间好乐，谁时宜，谁对治，谁胜义的问题。
这里真伪的问题，应该是说不需要以历史、地理等仪来判断它们出现于缘起世间的史实真伪，而凡是已经经过僧团历次结集公认的佛教正统文献，统称为佛说，我们都应该尊重那某一特定时空下佛教界的共同心声，在这尊重的前提下，再以四依法或是四悉檀去辨别内容意旨的差异，那么我们才能从各部派传承下来的佛教藏经获得最大的利益。祝福大家都能入宝山，满载而归。我们下次再见了。